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马威尔科技刚刚公布的最新一季实质净营收达到了 24.2 亿美元。同时，管理层首次向全球资本市场宣告，预计到2028年，其定制化自研计算晶片的年营收规模将会跨越100亿美元的宏伟文潜。这项由高盛与摩根大通在最新报告中披露的重磅财务指引，瞬间引爆了整个人工智慧晶片设计板块的激烈争论。作为今年半导体领域最受争议的风向标，马威尔的股价在2026年以来已经录得了同比高达 130% 的恐怖涨幅，远远将同期仅上涨 9% 的标普500指数甩在身后。今天我们不谈空泛的行业概念，直接用两大顶级投行最新出炉的实质财务与量化指标，为您揭开这场由自研晶片大爆发与光学硬体升级交织而成的全球算力大重组。首先，我们来看看马威尔科技刚刚公布的最新一季财务报表。这份客观数据为其高估值提供了第一层的基本面验证。高盛在最新报告中指出，马威尔本季度录得的净营收为 24.2 亿美元，精确命中了高盛先前预估的24亿美元与市场普遍预期的 24.1 亿美元。在最考验半导体企业技术壁垒的利润率表现上，马威尔本季度录得的非公认会计准则毛利率达到了 58.9%，略高于高盛预估的 58.7% 与市场普遍预估的 58.8%。 同时，其营运利润率稳稳落在 35.0% 的水准，精确符合市场预期。最终，非公认会计准则每股盈余录得 0.80 美元，略微超越了高盛预估的 0.79 美元。高盛指出，马威尔的这一季度表现以及优于市场预期的未来指引，在很大程度上释放了市场在财报公布前的紧张情绪。然而，在这份符合预期的成绩单背后，华尔街两大投行在评级与未来估值空间上却展现出了极其罕见的分歧与对立。摩根大通半导体研究团队首席分析师在报告中将马威尔列为半导体板块中的首选避风港之一，并坚定维持其超配评级。分析师指出，马威尔在过去90天内，其定制化自研专用晶片与专用晶片配套晶片的设计营单管线得到了实质性的强化，这将会推动2026与2027年营收及每股盈余实现远超市场共识的增长。相比之下，高盛的首席分析师则在报告中选择维持对马威尔的中性评级。高盛坦言，尽管马威尔调高了2026与2027年的财务预测，且管理层对2028年自研晶片达到100亿美元营收的承诺极具吸引力，但相较于博通等同业竞争对手，马威尔因自研晶片领域的客户群拓展上，其能见度依然相对有限。高盛强调，在他们获得马威尔2027年及以后自研计算晶片出货量斜率的实质信心之前，他们将继续维持审慎的估值防御姿态。这场多空博弈的核心正是马威尔旗下正在全面启动的4大 AI 硬体核心管线。第一，也是最受瞩目的，是马威尔与全球超大规模云端巨头深度共研的定制化自研计算晶片的量产爆发。摩根大通在报告中指出，马威尔在 ASIC 市场的龙头优势正在加速变现。亚马逊新一代的 Trainium 3自研晶片项目已经正式启动大规模的量产与出货，这将会成为马威尔2026年下半年营收的最强助推器。更为关键的是，这项增长动能将会无缝传导至2027财年。摩根大通报告披露，微软的 Maes 自研晶片以及亚马逊下一代的 Trainium 4自研晶片项目均已完成了设计锁定，并将在2027年启动实质性的大规模量产。这项强劲的自研晶片量产节奏，直接对接了各家云端巨头在面临辉达昂贵晶片定价时，急于通过自研 ASIC 实现降本增效的刚性需求。第二，是马威尔在 AI 算力集群网络中无可替代的光学数位讯号处理器领先优势。摩根大通指出，随着2026年下半年全球各家图形处理器与自研计算晶片项目在各大数据中心全面铺开，对于 6T 与 800G 高速光学连接的市场胃口正在呈几何级数增长。马威尔凭借其高质量、高稳定性的 PAM4 光学数位讯号处理器解决方案，在 6T 和 800G 出货量上将迎来爆发式的市场拉动效应，这在实质上形成了一种高门槛的专用晶片配套晶片利润绑定。第三，是交换机晶片的重磅突破。摩根大通分析指出，
马威尔全新推出的 512T Teralynx 10高速交换机解决方案在市场中获得了极其强烈的早期反馈，正在加速渗透至超大型数据中心的网络骨干层中。第四，则是高速存储板块的默默补位。随着 AI 大模型训练对数据读取速度要求的极限攀升，高密度固态硬碟成为了 AI 伺服器的标配。摩根大通报告显示，马威尔先前获得的多个企业级 PCIe Gen 5固态硬碟控制器的设计营单，目前也已正式进入高产量量产阶段。这将会与交换机、光学数位讯号处理器共同构筑网通与存储板块的增长铁三角。分析完这两份报告中披露的密集技术细节与量化指标，我们必须站在更高的宏观视角去透视这场晶片主导权争夺背后的底层资本流效。华瑞认为，马威尔自研计算晶片预计到2028年实现100亿美元营收的承诺，本质上宣告了全球人工智慧基础设施建设正在从辉达 GPU 独大的单一时代加速迈入超大云端巨头自研晶片崛起的下半场。虽然辉达的 Blackwell 平台依然是 AI 运算的主力，但超大规模客户出于对供应链安全、运算能效比以及极端利润转嫁能力的综合考量，将会在未来几年内将更多的预算倾斜至定制化自研晶片上。亚马逊 Trainium 3、微软 Maya 以及未来 Trainium 4的无缝衔接量产，说明马威尔已经成功切入了这场去中心化博弈的最核心位置，其自研晶片业务的增速将在未来几年显著超越传统的半导体周期。同时，高盛与摩根大通在马威尔客户群广度上的估值分歧，正是这家公司在投资策略上最有趣的安全垫所在。华瑞认为，高盛之所以维持中性评级，是由于他们过度拿马威尔与在 ACIC 领域拥有更多巨头客户的博弈龙头博通进行对比，而忽略了马威尔在亚马逊与微软这两大顶级客群中已经建立起的极深技术粘性与先发优势。当马威尔的自研计算晶片、1.6T 光学数位讯号处理器、2T 交换机晶片以及 PCIe Gen 5存储控制器在2026年下半年同时进入量产共振，这种多维度轻资产的硬体渗透将会为马威尔在2027年提供极具爆发力的每股盈余弹性。这正是跨格聪明钱此时选择在高位持续超配马威尔的底层逻辑。当然，在我们乐观看待马威尔多个核心管线进入量产周期的同时，专业的研究报告也提醒我们必须提防潜在的波动与不确定性。高盛与摩根大通在报告中都明确警告了两大核心的下行风险点。首先是自研晶片项目的执行偏差或时程推迟。ASIC 开发涉及复杂的软硬体优化，若亚马逊 Trainium 3量产或微软 Maya 在2027年节点转换遭遇技术与良率瓶颈，将延后利润兑现。其次，随着 ASIC 设计服务商增加，竞争加剧可能挤压毛利率空间。此外，先进封装与晶圆代工产能持续吃紧，也可能制约光学 DSP 与计算晶片的产能释放。华瑞认为，马威尔科技最新公布的这份财报与中长期100亿美元自研晶片营收承诺，用最客观的设计营单与硬体量产时程，为我们揭开了全球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最真实的二次跃升。这不是一次短期的概念炒作，而是一场由自研晶片量产拉动、6T 光学数位讯号储备器配套、交换机与高速存储协同爆发的结构性牛市。对于投资者而言，要真正吃透马威尔在这场 AI 下半场战局中的溢价红利，我们的操作焦点必须从追逐短期价格的剧烈波动，转向对微观量产实际与多客户管线的精细化验证。在实际布局中，应当重点跟踪3条核心线索。第一，是亚马逊 Trainium 3自研晶片与马威尔 1.6T 光学数位信号处理器在2026年下半年的实质出货量与营收确认斜率，这直接关系到3季度和4季度的利润爆发速度。第二，是密切注视微软 Maya 与亚马逊 Trainium 4在2027年出货的最新节点动态。第三，则是关注马威尔在2028年100亿美元自研晶片营收目标指引下，除了微软和亚马逊之外，是否能成功获得第3家超大型云端客户的实质性设计营单。这3项高密度的产业硬指标，才是我们在半导体板块转折期精确捕捉马威尔高质量全球化溢价的核心财富密码。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